你绝对想不到你现在的人生会过得如此自由，全女太舒服了。生命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，从里到外是走向自信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一不打烊的邹艺，今天是我和上山女孩的第3期。这一期的嘉宾很特别，他是我第一个课程班级的学生，简称山顶洞人学生了。原始人，快问快答，姓名、宝塔糖，职业、女明星，主播，很多元的职业。做日双鱼，上升双子，月亮天秤。那你双向的能量还是蛮强的。3个词来形容最近自己的状态：幸福，无所畏惧，平静。分享一件你最近觉得很幸福的小事，就是来这里参加线下聚会。为什么会觉得很幸福啊？我觉得跟能量比较同频的人在一起，见到自己喜欢的人，自己认可的人，而且可以学到一些新东西，会让我觉得说生命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，可以不断去探索。而且我们这次线下活动是全部都是女孩子，全女太舒服了。加入周一不打烊的时候，契机是什么呢？我算是运气不太好的人，跟我的男朋友发生了一些情感纠纷。到2020年5月份的时候，跟一个朋友天天都在诉说这些情感方面的一些问题，他就推了我一个占卜师。我没有找他占，我怕占到些不好的东西。直到我某一天闲来无事刷到朋友圈，刷到他开课了，我就想学一门新技术吧。所以当时就是因为感情问题，也不敢自己看，但是你又觉得说不如学一学。对。那你觉得加入学习之后有什么变化，或者是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容之后你有什么变化吗？那段时间相较于现在来说，我觉得是最低谷的。事业方面，我选择了一个我很不喜欢、很不适应的事业。情感方面，当时也有一些问题，好像所有人的感情，它都是有迹可循的，就是有一定规律的。我自己学了之后啊，我好像对于所有的感情能够慢慢进行一个归类了。对双鱼来说不容易，相当于说多了一个镜子，能够看到它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也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状态，你也能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的。对，我可以找到自己影子，不需要再把情感当做一种寄托。这个变化还蛮大的，就是对于双鱼情关过了。比如像你现在做主播或者演员，这个工具有什么赋能到你的吗？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演员来说，对于一个人物发展的一个情感动线，我可以比他们做到更好。感觉这一方面其实有被激发的，因为我们之前在上课的时候讲过，身心灵的工具学习久了会加强自己的觉知，包括你自己的情绪波动，其实你也会敏锐的捕捉到。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你有觉得全女性社群这种感觉对你有什么影响？还有交到生活中的朋友吗？交到好多朋友啊！我本身是一个择友比较困难的人，但是接触下来，大家的想法、状态、进步的方向，我觉得是相同的。相比于我们直接从生活中或者从工作中找到朋友，它可以更契合一些，对，更契合，大家朋友能量磁场更接近。觉得这5年你的变化大吗？好大，超级大。5年前见过我的朋友，他今天重新见到我，他会觉得不是一个人，从里到外是走向自信的。你觉得这5年周一不打烊有变化吗？当然有很大的变化，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刚加入的时候只有我自己，现在有整个团队，就有点像养成系。感觉你投了一个原始股，然后它茁壮成长。就看回5年前的你自己，现在的你想跟那个时候说什么？你绝对想不到你现在的人生会过得如此自由。那会儿惨一点是应该的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你当时做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，一切都是很好的安排。关于未来的展望呢？能够在这个很混沌的世界里面依然坚持自我，因为双鱼座还是很容易被染色，很容易被染色，很容易消融。另一方面呢，在自己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不要被其他事情所束缚，坚持热爱的东西。如果镜头前有一些姐妹可能跟5年前的你是很像的，处在一个很混沌的纠结要不要做人生改变的时候，你会跟他们说什么？人生只有一次啊，我们 play 好自己的游戏吧。好的坏的都是通关的一些过程，不要给自己设定什么社会时钟，不要给自己设置任何的限制。第3期采访就先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过自己想要的人生，拜拜。